来了，10月后宫新番再见龙生，你好人生首播。男主生前为至高无上的上古神龙，死后竟意外转生成为人类，开启种田养后宫的剧情。在一次调查任务中碰上第一位后宫，对方居然是可爱的半人半蛇女孩。自从男主遭人类背叛被人类杀死后，他本想认命长眠于冥界之中，可再度睁开眼睛看到的是人类，更准确来说是他的父母。没错，男主转生成为一名人类，转瞬间男主已经长大成人。村子里有个规定，认为15岁即成年，按习俗要开始独立生活。如今已经16岁的男主早已独自生活1年之久，他更是为村子担起责任，准备明天去调查沼泽。因为原本生活在沼泽地的蜥蜴人突然消失了，这本应该是驻兵的工作，但驻兵人手有限，所以男主自告奋勇前去调查情况。离开前，男主回了趟父母家，品尝了母亲亲手做的美味料理。虽然父母都很担心男主，但既然已经成年，就要对自己的决定负责，所以父母能做的只有默默支持，当然也不忘让男主赶紧找个老婆。不过男主还想再享受单身生活。第2天，不少人来为男主送信，驻兵深表歉意让男主冒险，不过他们必须留下来守卫村子。离开时，马尔古婆婆还提醒男主，她在占卜中看到一些不好的东西。告别众人后，男主便向沼泽地出发。经过长途跋涉，总算抵达。下一秒，男主触摸大地，发动感知，瞬间便知晓了蜥蜴人无法居住的原因，因为大地精灵的力量太强，水精灵的力量太弱。突然，附近传来响声，引起男主注意，他立即做出备战姿势，因为这种状况下还能在沼泽地活动，应该是相当强大的种族。很快，男主便见到本尊，只不过与想象中的有点不一样。蛇妖是这一代不曾看到过的魔物，不过还真如传闻中一样美丽。得知男主只身一人后，蛇女反而露出微笑。どうしましょう。人間よ、私は争いに来たわけではない。还不等蛇女把话说完，身后突然冒出个大家伙，眼看蛇女就要被一巴掌拍死，好在男主及时出手将其救下，然后拉着蛇女躲在巨型蘑菇后。蛇女刚要问那是什么鬼东西，却被男主一把捂住嘴巴。男主用手示意她的尾巴还在外面。等怪物离开后，男主才解释，原来那是发狂的大地精灵，栖息在这里的蜥蜴人消失恐怕就与之有关。男主猜测可能是大地震让精灵产生了异常，可惜已经无法恢复正常。这时男主才自我介绍起来，蛇女名叫赛丽娜。男主听说蛇妖都会使用魔法，他想和赛丽娜联手对付精灵，不过赛丽娜也属于大地的生物，攻击魔法恐怕很难奏效。不过他有一招束缚类魔法，于是男主制定计划，他来打头阵，赛丽娜掩护。于是在面对精灵攻击时，男主挡在赛丽娜身前为她争取时间。待吟唱结束，只见一条大蛇钻出，然后紧紧缠绕住精灵。显然赛丽娜坚持不了多长时间，不过对男主而言已经足够。只见男主纵身一跃与精灵肩并肩，然后他只是稍微借用了一点前世的龙族力量。精灵被一分为2，然而流淌的淤泥沾了赛丽娜全身，连嘴巴里也都有。很快，男主带赛丽娜洗澡换衣服。晚上两人在森林里过夜。男主认为赛丽娜与他印象中的蛇妖不太一样。正常来说，蛇妖对人类十分警惕，也更有攻击性。不过男主很好奇的是，这附近并没有蛇妖的部落。赛丽娜来这边又是为了什么？原来蛇妖中也有规定，满了17岁就必须外出旅行寻找丈夫，因为蛇妖是只有女性的种族，也只能生出女孩。据说这是一种诅咒，更是一代传一代。另外，蛇妖体内还混有毒素，所以寻找的丈夫对象一定要是强壮的男性，不然接吻和造小孩的时候就会中毒身亡。第2天一早，两人各自启程。赛丽娜继续向南方寻找丈夫，男主也打算尽快赶回村子，同时他还邀请赛丽娜日后来村子里做客。离开时，男主突然想到蛇妖最喜欢精气。这个亚人牛姐姐每天都会贡献自己的牛奶给村民，优质牛奶透着香甜气息，任谁喝了都赞不绝口。男主自然也不好拒绝牛姐姐的好意，于是将她的牛奶一饮而尽。就在不久前，男主还在村里练习药草的炼制，但他身为巨龙转世，上辈子因为体魄强大根本就没用过药草，所以对药草的比例完全掌握不好。这次离开村子也完全是因为他远远就感受到了一股妖魔气息，只是这股气息让他感到无比熟悉。等他进入森林后，果然看到了正在洗澡的蛇妖。蛇妖被男主看光后瞬间红温，但男主的思想却停留在巨龙时期，大胆地欣赏着蛇妖的身体，最后还是狠狠挨了他一巴掌。等蛇妖穿好衣服后，男主好奇地询问他为什么又回来。闻言，蛇妖顿时委屈起来。原来他在离开男主后又遇到了几个人类，但大家看到他的蛇身后都吓得四处逃窜，没办法，他只能回来找男主。男主思考再三，想了个辦法，他想要让蛇妖与自己一起生活。蛇妖差点以为男主在向自己求偶，搞清楚状况后，他这才松了口气。実はドランさんを探していたのはまた正規を食べさせてもらえないかなって。ああ、気に入ってもらえてよかった。之后，男主想了一套完整的计划。先是由蛇妖每天送到村子大量的野味作为礼物，人们虽然好奇，但也将礼物照单全收。他们发现了地上蛇妖爬行过的痕迹，于是推测蛇妖送礼物过来很可能有另外的目的。为此，大家特地开了个会议，为的就是探讨要不要讨伐蛇妖。可在讨论了一圈后，最终村里的预言师婆婆卜了一卦，认为蛇妖出现是大吉的现象。但武装队长还是将信将疑。第2天，他带领村里的战士们前往森林，
想要看看蛇妖到底有什么目的。而男主早就与蛇妖通过气，他准备今天上演一出蛇妖救人的戏码，到时候自己只需要假装被怪物袭击，蛇妖出场救人，想必瞬间会迎来大家的好感。可计划还没实施，森林里就突然钻出一头铁熊，这种级别的怪物显然不是他们能对付的，而且铁熊直奔武装队长的儿子冲了过去。どういうことだ？森に帰りなさい。在蛇妖魔眼的作用下，铁熊乖乖跑回了森林。虽然蛇妖突然出现救人，但武装队长还是不愿意相信他是友善的，而男主则表示蛇妖救了自己的命，他绝不是那种恩将仇报之人。见此情形，武装队长也只好询问蛇妖先前送礼物到村里是什么目的。蛇妖赶忙拜倒在地，称自己想要跟村子里的人一起生活，因为他的修行路实在太过孤独，这完全不算要求的要求，让大家也有些发愣。村里的牧师妹子更是称大地神母已经告诉他蛇妖是善类。至此，武装队长终于收起了对蛇妖的戒备，他们将蛇妖带回村子疗伤，甚至还给他贴心的准备了房间。雨神怎么也没想到，他那不死不灭的龙神朋友竟然背着他偷偷转生成了人类。要知道，人类不仅力量有上限，还都是寿命短浅的生物。可让他没想到的是，对方居然在转生成人类的同时，也保留了神龙的力量。只见他身上散发出淡淡的白色光芒，下一秒灵魂就已经出窍，随后更待到他冲出云层，就已经来到了神灵的谷，而他神龙的躯体更是在此刻显现无疑。刚见面，女神就看出老友相当喜欢人类的生活，在为对方感到高兴的同时也非常欣慰。只因曾经的龙神对活着感到十分厌倦，就连被勇者杀死的时候，也不是感到绝望，反而是感叹这一生终于结束。所以并不是勇者杀死了他，而是他选择了死亡。原来女神早已经察觉他转生成了人类，才给神官降下了赛丽娜是好魔物的神谕。也正因如此，赛丽娜才能有惊无险住进人类村庄。这也说明转生到异世也不是打打杀杀，而是人情世故。然而就在这天，蒂娜来到了这个村子，她挑战了村里最强的骑士，并在一场切磋中挑飞了对手的武器，战胜了对高，也因此受到了村民的追捧。这从没有过的体验让蒂娜惊慌，同时也因为教养言行举止都过于优雅，导致大家都不敢邀请她喝一杯。而蒂娜也因为惊世不敢主动开口，因此只能在大家都在喝酒的时候，独自一人深夜出来练剑。多兰跟赛丽娜也在这时找到了蒂娜。心地善良的赛丽娜见状，马上就邀请对方去她家里坐。她非常兴奋地介绍着大家为她准备的房子，以及她最爱的蛇妖专用床。她想将自己的喜悦分享给对方。也就在蒂娜再次不知所措时，一旁的多兰才及时帮腔。于是蒂娜终于放下了矜持，说出了闷闷不乐的原因。而赛丽娜听完后才告诉蒂娜，其实村子里的人都非常友善，就比如巴兰有个让她自豪的奶牛老户，于是巴兰总是找村民比谁喝得多。蒂娜这才想起刚才巴兰是想邀请她一起喝奶。就这样，在赛丽娜的感染下来到了奶馆。巴旦太久吉曼诺米利口农德米达克特。就在这样的氛围下，他成功融入了大家，还在这期间跟巴兰比了奶量，就连号称千杯不倒的巴兰也都甘拜下风。在这之后，他将自己跟蛇妖成为朋友的故事写成故事寄给了魔法学院院长。也在这时，帝都突然出现了妇女儿童失踪的报道，而蒂娜在村庄生活的事情也迅速在贵族之间传开，甚至还成了他们津津乐道的话题。而人与蛇妖共存的故事更是在这期间沦为了美谈。可是也总有不一样的声音出现，女人认为像蛇妖跟人类一起生本身就很奇怪，再加上最近还出现了失踪事件，他严重怀疑这两件事之间有所关联，于是也不管别人的劝阻，马上就让那片区域的管辖者前去拿人。这时候的三人还在田里种土豆，但两女都是人才，前有赛丽娜3颗种一起，后有碧娜拳头挖坑，主角团有你们真是福报。也就在这时，一个卫兵将他们喊到了村口，三人才刚刚抵达，蒂娜就被村长拉开，紧接着就被士兵包围，甚至不由分说就要带走赛丽娜。多兰这才马上拦在了他们面前，他不理解大地母神都已经降下神谕，为什么还要抓他？可领主却表示，即使有了神的恩助，但想在王国生活就需要经过他们的调查。多兰见势不可为，也只好开口，是他邀请赛丽娜来村子的，所以他也想跟赛丽娜一起前往。两人被带走后，蒂娜决定还是要问问学院长什么情况，于是使用魔法向帝都赶去。马车上，男主让赛丽娜不用担心，赛丽娜却觉得自己拖累了男主，没想到被男主一把搂住，安抚着赛丽娜的心情。此时的蒂娜已经赶到了学院，找到学院长。学院长告诉他事情自己已经知道，同时明白赛丽娜不会做违规的事，但是只要接连下令，那么赛丽娜就会被列为怀疑对象，这让蒂娜觉得十分不合理。男主这边也被叫请管理者要见两人。见龙生最新一话炸裂来袭，蛇妖小妹被召入京，结果却陷入国师的阴谋当中，为的就是将蛇妖小妹吃掉来维持自己的美貌。幸好有男主一路跟随，加上随行军队长官的提醒，两人早做了防范，这才没有被对方迷晕。书接上回，坐了一昆年马车的男主养人，总算是见到了想抓走赛丽娜的魔法师，但最让两人没想到的是，本以为会被送到缅北，对方却出乎意料的好酒好诺招待，这一骚操作直接就博得了两人的好感。酒过3巡之后，不出意外的话，搅出意外。谁能想到这个表面和善的魔法师竟然在8+1里面下了药，猝不及防的两人直接马卡巴塔了起来。在两人睡着后，魔法师彻底暴润以心，他居然想把赛丽娜的皮剥下来，
看过蒲松龄画皮的老表都知道用来干嘛，谁料在他暴露目的之后，男主却水灵灵地站了起来。在男主的观察下，举着颜色颇深的魔法阵，不知道浸润了多少无辜人的血液。没想到听到男主分析后，魔法师还引以自傲了起来，同时还妄想将男主两人做成标本。他又哪里能想到男主两人只是逢场作戏，早就暗中找了帮手。在面对众人批判他的言语时，他竟选择了直接飞话。他觉得众人根本不懂他的容貌焦虑，从小他就觉得自己特别丑，所以他憎恶一切的美好事物，既然自己得不到，他就从别人身上去，最后变成了一个彻底的心理变态。但他无所谓，毕竟他得到了自己梦寐以求的东西。殊不知在追求这一切的路上，他已经失去了自己最宝贵的东西，而他选择与恶魔交易获得的只有丑个，最终的结果也只有自取灭亡。最可怜的不是容貌的好坏，而是一颗坏掉的心，在每个容貌也支撑不起来。解决完这件事之后，男主也是饶有兴致地教赛丽娜学几轮魔法，毕竟男主不可能常伴准幼，而人类对蛇女的恐惧还一直存在。就算是男主等人认本他自己还是需要有能力保护自己。同时学院的精灵院长才隐约猜出了男主的身份，这可让男主吃了一惊，大概500克，而后更是想把男主收编。听到这话最难受的是赛丽娜，因为她也不知道没有了男主，自己还会不会再因为蛇女的身份被针对。在回去的路上，赛丽娜和男主都各怀心事，男主在想着怎么获得更丰富的经历，赛丽娜则是对未来的迷茫。